林动兄，你有什么办法？牧尘说道。刚刚与你交战中发现，我们之间的大神力每一次的碰撞，都只能将这里的冥水挤出，使得这里的空间越来越大。但无上冥神将我们传送到这个区域，想必无上神韵之气就在这个区域之中。至于为何我们无法引出无上神韵之气，可能是我们的大道神力还缺少各自一样东西的能量。牧尘听闻灵动的话语中，似是已经知晓如何引出无上神韵之气的方法，但牧尘也在灵动的话语中得到了一个答案，目光中流转着一道原始的金芒。林动兄所说的，难道是你的祖符以及我的原始法身？没错，既然是无上神韵之气，仅凭借着我们的大道神力，恐怕难以将其引之出来。毕竟祖符和原始法身皆是大咒的神物，并且又是千万年前无上神所持有的神物，想必应该能够将隐匿在这里的无上神韵之气给引出来。灵动的心中也非常的期待，如果获得了无上神韵之气后，将祖石蜕变成祖神石后，十道祖符也将成为神符，不知神符的力量将会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难以想象的程度。林动兄，既然如此，那我们就一同施展出各自的神物，将隐匿在暗处的无上神韵之气给引出来。牧尘的心中急不可待，毕竟在无上冥神的口中得知了天古浩劫的真相后，他必须要尽快提升自身实力，能够让千万年前那些无数大道主神以及造化主神陨落。这就证明了那些暗黑魔物的可怕，一旦他们的大计划率先完成，这对于他们以及整个大宙来说，都将会是一场真正的大浩劫。到那个时候，如果没有无上主神的诞生，恐怕即便是造化主神也难以抵挡来自万魔之祖暗黑大帝的力量。横扫灵动的身影在这片空间中显得孤傲而坚定。随着一声低喝，他体内的10道祖符应声而出，他们在灵动的周身旋转着，散发出绚烂的光芒和毁灭性的能量波动。每一道祖符都代表着一种古老而强大的属性，从火焰到冰霜，从雷霆到吞噬，他们的能量波动撕裂了四周的空气，仿佛要将这片空间都要给撕裂。而在另一端，牧尘静静悬浮在空间上，他的眉心处法心之眼射出金色的光芒，那光芒中蕴含着深不可测的力量，如同一轮金色的太阳，光芒四射。身后浮现出8座万丈原始法身，他们高大而威严，各自掌握着一种原始的力量，仿佛是古老神话中的神，准备着随时降下神法，散发着毁灭世界的原始神威。紧接着，灵动和牧尘的目光在空中交汇，彼此都能感受到对方身上那股足以撼动天地的神物力量。然后在这强大的气氛中，灵动的10道祖符开始加速旋转，如同10道风暴，在这片空间中汇聚成一道无与伦比的能量。牧尘的8座原始法身也做好了冲锋的姿态，牧尘的8座技法身亦是同步震动，金色的原始光芒与10道祖符属性的能量波动交织，形成一片片璀璨的光幕，仿佛天地初开时的第一缕曙光。随着2股力量的融合，整个空间都开始颤抖，仿佛随时都会因这股力量而崩解，周围的一切都在这股能量的冲击下变得扭曲。灵动和牧尘的脸庞上满是凝重之色，他们知道这是他们引出无上神韵之气的唯一方法，如果这个方法都不行的话，那么就真的无法寻到无上神韵之气了。一旦无法引出无上神韵之气，那么他们的实力也将会停滞不前。只有将祖符和原始法身的力量彻底的激活，他们2人才会开始进行真正的大蜕变。10道祖符和8座原始法身的力量在这一刻毫无保留的将其爆发。如果这里存在着其他大道之法，恐怕都会瞬间被这2股融合后的祖符和法身的力量给击溃。牧尘，我们继续加大我们的大道神力。武之道，原始之道。空间犹如一块脆弱的玻璃，在灵动和牧尘的大道神力全力施展下达到了极致。只听见咔嚓一声，空气中传来了刺耳的裂纹声，这片空间开始扭曲变形，裂缝如同蛛网一般迅速蔓延开来，仿佛下一刻就要彻底崩解。灵动眉头紧锁，脸色凝重，他知道一旦这里的空间崩溃，那些冥水将会倒灌其中，那么他们的神力将会被冥河之力所吞噬，陷入无尽的沉沦。旋即他的声音低沉而有力，牧尘，还没引出无上神韵之气前，这里的空间可不能被冥水入侵，我们必须阻止冥水流入这片空间。牧尘点头，双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两人毫不犹豫地将全部神力注入到破碎的空间之中，试图修复这即将崩溃的界限大道。神力如奔涌的潮水，汹涌澎湃，10道祖符散发出耀眼的光芒，如同支撑天地的柱石，而8座原始法身则化作坚不可摧的壁垒，共同抵御着冥水的侵袭。冥水带着阴冷的气息撞击在神力构筑的防线之上，发出凄厉的笑声，两者之间的碰撞，整个空间都颤抖起来，还激起了无数光影交错的火花。灵动和牧尘战的身影在光与影的交错中显得坚定而神圣。我们不能放弃。灵动的声音在这处空间中回荡，随着他的声音落下，玄妙的大道神力不断的汇聚而来，这里的空间裂缝似乎也在他们的全部力量推动下，竟是开始慢慢恢复了原本有裂纹的空间。无尽光明壁。在牧尘的呼喊下，一道强大防御瞬间形成，如同天穹之柱，巍峨挺立于空间的边缘。这道光之壁垒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宛若原始之道的巨线，其内蕴含的光辉与周遭的空间屏障相互交融，最终化作一道坚不可摧的防御网。
这就是无尽光明体的原始之力。明水带着毁灭的冲击，试图冲刷这道新筑的光明壁垒，却在触碰到那由纯粹光明凝聚而成的墙壁时，如同石沉大海，激不起丝毫波澜。即使是明水最为猛烈的冲击，也只能在光之壁垒上留下些微的涟漪，随即被原始光明之力完全的抵挡。而夏灵动站在空间之中，他的眼神深邃如星辰。就在这时，他心念一动，那块蕴含着古老力量的祖石应声而出，悬浮在他掌心。祖石古朴而神秘，上面刻满了密密麻麻的符文，仿佛凝聚了天地间的精华。随着灵动的呼吸，祖石上的符文开始闪烁，10道不同颜色的光芒如同游龙般在石面上盘旋，它们汇聚成一股强大的气息，让整个空间都为之震动。祖石之光！灵动低喝一声，声音在虚空中回荡，他的双目如同深渊，深不可测。他催动大道神力，祖石随之旋转起来，那10道祖符力量在旋转中逐渐融合，最终化作一道绚烂夺目的光芒。这道光芒包含了时间、空间、光明、吞噬、火焰、雷霆、生死、黑暗、洪荒、冰之祖符的所有力量。它宛如一条彩带，从祖石中释放出来，向四周无尽的空间扩散。光芒所过之处，虚空微微颤抖，却没有引起任何毁灭性的波动。它仿佛是祖石的最初本源，纯净而强大，带给这片空间一种新生的气息。空间之外的冥河之水，在祖石之光的照耀下，竟变得温顺起来。波涛间隙，河面泛起层层细腻的涟漪。灵动的目光随着祖石之光的扩散而渐渐柔和，他能感受到祖石之中蕴藏的古老意志，那是一种能够给万物带来一种敬畏仰望的神圣力量。随着祖石之光的消散，灵动的气息变得更加深邃和强大，它仿佛与这个世界融为了一体。任何风吹草动，它都能够在第一时间感知。灵动缓缓地闭上眼睛，仿佛是与世界隔绝，却又能感受到世界的脉动。他的双手平展开来，如同在捕捉空气中飘荡的无形力量。微风拂过，指尖轻轻颤动，似乎在聆听着世界的心跳，感受着天地万物的低语。沐尘站在一旁，目不转睛地观察着灵动的举动，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好奇，轻声说喃喃道：灵动兄似乎进入到了一种极其特别的状态下。就在这时，灵动的额头上突然亮起一道符文印记，淡淡的紫光在印记上流转，散发出一种难以言喻的神圣及神秘感。这道符文印记的出现让周遭的空气凝固，时间都在这一瞬间停滞。那印记上所散发出来的紫色光芒虽弱，却仿佛能穿透一切虚妄，触及到这个世界的本质。沐尘的目光紧盯着灵动额头上的那道符文印记，只觉得眼前的灵动变得既熟悉又陌生。他此刻的状态像是与这片天地产生了某种微妙的共鸣。灵动的呼吸渐渐平稳，而周遭的世界似乎也随着他的呼吸在缓缓起伏，万物在他的感知中变得清晰可见，甚至连河流的潺潺声都变得格外清晰。这道符文印记中蕴含着无穷的力量，那是对自然万物的绝对掌控，仿佛天地间的每一个生命都在这道印记的注视下显得无所遁形。灵动的脸上浮现出一抹微笑，他的全身开始被印记中所散发出来的紫光环绕，他的呼吸与风同步，心跳与大地同频。他似乎在这一刻成为了这片世界的一部分，仿佛化身为这片天地的守护者。而沐尘静静地站在那里，全神贯注地观察着灵动此刻的变化。他知道灵动正在以他独特的方式一步步走向自己那神秘又深不可测的神之路。暮色苍茫之中，灵动盘膝而坐，他的双眸紧闭，似乎在与世隔绝的静默中寻觅着某种神秘的力量。忽然，他额头上的符文印记开始散发出淡淡的紫色光芒，那光芒如同幽暗夜空中最明亮的星辰。渐渐的，它变得越来越浓郁，仿佛能将人的灵魂都吸纳进去。灵动的双眸在紫色符文印记的映照下，如同深渊中的星光，漆黑的瞳孔仿若变色龙般迅即转变为神秘的紫色。他的眼瞳深邃的深不可测，宛如无尽的星空，充满了难以言喻的玄奥。此刻，灵动的眼瞳中倒映出世界万物，仿佛都失去了原有的形态，仿佛整个世界的规律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他的眼瞳深处似乎有着神秘星光和时间的流转，那是无尽的深邃与智慧的象征。突然间，灵动的瞳孔猛地一缩，一道无形的神光从眼中迸射而出，犹如一柄刺破苍穹的利剑，直冲云霄。那神光在空中划过一道绚丽的弧线，最终没入了波澜不惊的彼岸冥河之中，宛如一滴水落入汪洋大海，激起层层涟漪。彼岸冥河可镇压沉沦一切的力量存在，此刻竟因灵动的所爆发出来的神光而泛起了波纹。